如果這個遊戲是讓酒杯順水而流，停在誰的面前，誰就要即興吟詩一首。失敗的話就會被倒罰3杯。你來玩的話，你能在這場遊戲中笑到最後嗎？這就是當時清朝最有錢的男人每天跟朋友們玩的遊戲，而且這還只是他家中的冰山一角。據說當年藏於此的寶物，輕輕鬆鬆就超過3600億人民幣。逃跑後期，他是靠什麼手段致富的，甚至成為18世紀的世界首富呢？不在家是為了給你帶來更精彩的故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今天這集，我不只要帶你去看清朝首富的故事，還會帶你們親自去走一回古代帝王的祭天路線。好的，手上的零食先準備好，我們要開始今天的影片嘍。我們现在來到北京的恭王府，號稱18世紀的世界首富的家。走，我們繼續看看他到底有多麼有錢，多麼誇張。或許已經有人猜到了，沒錯，這個在18世紀富可敵國的男人就是我們的和珅。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他那可複製但最好不要的發家史。第一個要看到的就是銀安府，故宮是金的，它是银的，比照故宮建的。和珅當時就是一個這麼有權有錢的存在。它跟故宮的金鑾殿是同一個使用方法，就是有重大節日的時候，這邊才會開啟使用。現在已經被改成展示歷任主人留下來的物品的地方。等等，歷任主人是什麼意思？有錢人家是可以讓你這樣隨隨便便給別人住的嗎？別急，我們後面會跟大家揭曉。我們現在呢，來到和珅的100億大豪宅喜進齋。這喜進齋就是當初和珅他養妻納妾的地方，他跟他所有的老婆都住在這裡。在18世紀世界首富的家長怎麼樣？乍看之下好像就是普通的老房子，但仔細一看，全部都是宝哦。你站在和珅家仙樓门口，你使劲的聞，能聞見有一陣一陣的木香，因為這個屋子裡面所有的木料都是上千年的金絲楠木，而這一根柱子，中國的文物專家來這兒轉一圈以後，給定下的文物價值超過了人民幣27個億。這樣的柱子，這屋子裡面有8根，216个億，再加上這屋子裡面樓板、門板、窗戶、樓梯，這個屋子光木料的文物價值超過了人民幣300多個億。光一根金絲楠木柱就要27億，它有這麼多根呢。我都起壞心思，我衝進去幹一根出來，北京這邊周圍我就給他買一圈下來了。而第3樣值錢的東西就是地板磚，大家先仔細看那個磚，這個磚有綠色有黃色，這種磚比北京故宮鋪的那個金磚都要值錢。這個磚有個名字叫花斑岩，是純天然形成的。現在全世界你也買不到純天然的花斑岩了，因為過度開採。所以呢，這種花斑岩，中國的文物專家也估值呢，現在這一塊磚的價值80萬。你一定想不到為什麼這麼貴吧？當然是因為它還有個特異功能。我把這水灑到磚上來。您踩踩這個沒有水的地兒，您搓一搓，是不是有點滑？就沒有水的地兒是不是有點滑？您再踩這個有水的位置，您踩它搓，哎，搓得動嗎？不用力是不是搓不動了？這就是這個磚的最主要的一個特點，遇水則變色。所以雨雪天氣下，這個磚能防滑，而且這個磚能讓屋子裡面冬暖而夏涼。所以這個磚石特別值錢的當年。來，咱們現場遊客幫個忙，都聚到我這邊來。我數1、2、3的話，你們就用自己的全力跺3下腳，就在這磚上。1、2、3，跺！直播間的家人們看好了，剛才跺腳這幫人誰踩壞了誰賠啊！看完了他住的地方以後，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他藏寶3600億的倉庫。你看它這邊有一整排的樓，對不對？這邊叫做後罩樓。和珅呢，他當時就把他的財寶呢都藏在這後罩樓裡面。它上面呢，窗戶的形狀都不一樣，你有沒有發現？這其實呢，裡面對應了不同的寶物。和珅用這些窗戶，然後來認得他倉庫裡面到底裝什麼，因為他寶物實在太多了。唉。往前走呢，就是和珅他的後花園了。他的後花園呢，還有一個很屌的東西，人家說和珅致富的關鍵。我們現在看到呢，這個福池，它是和珅的大型聚寶盆。你從空中往下看，它就是一個蝙蝠的形狀。蝙蝠呢，在中國古代就象徵了有福氣。而且旁邊的杏樹在秋天的時候會變成金黃色，當落葉飄入水中時，水池就像聚滿了黃金的聚寶盆一樣閃閃發光。下一個要帶你們來看的是這個密雲洞。這密雲洞呢，裡面有一個福字，是我們來了一定要來摸一下的。其實那時候皇帝是很討厭這個密雲洞的，他原本是打算把它拆掉了，因為和珅把它建成了2條龍的形狀。
可是後來他們又怕把龍拆掉哦，對一個朝代不太好，最後決定沒有拆，所以我們現在才可以看到這個完整的密雲洞，還有裡面的那個福字，堪称天下第一福啊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要去走的路叫做平步青雲路哦，我們只要走上去了就平步青雲了，走走走。古人都說一命二運三風水，你看這個和珅，他就是非常的相信風水的人。他的住宅呢，還有一條叫做平步青雲路的東西，他只要覺得他不太順，他就來走一下就轉運了。和珅這輩子是真的很有福氣，開外掛般的人生，被乾隆發現然後並賞識，光這一點，他就贏了。只是他太貪了。這是一個關於會抱大腿、順風順水的故事。年輕的和珅原本在宮中當侍衛，有一天，乾隆突然想找個人講話，剛好就路過和珅，剛好就轉頭看向他，並考他一些詩文典故，還有對聯。剛好我們的和珅全部答對，而且還很有自己的想法，於是從此就得到了乾隆的厚愛，升官也升得比你爬樓梯更快。30幾歲，權力已經比很多老臣都大了，但從小貧困的和珅可能是窮怕了。在有權之後呢，不只會利用職務之便抽各種油水，甚至會收賄來操控各種事務。但因為他真的很有能力，乾隆始終對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就這樣，和珅用很短的時間就變得富可敵國，所以我才說他的致富之道可以複製。但建議不要。一直到了乾隆駕崩的時候，新皇帝當然不慣着他啦。加上當時的清朝有很大的財務危機，宰了和珅這隻肥羊呢，剛好可以拿來救清朝，於是就把我們的和珅給賜死了。沒收他的財富當中，就包含我們所在的這座恭王府。那為什麼和珅的家叫恭王府呢？當年和珅又沒有封王。是這樣的，當年嘉慶皇帝沒收這間豪宅之後，最初是給他的弟弟跟公主去居住。到了1851年的時候，清廷又把這座豪宅賜給了恭親王。可能是他離我們的年代最近，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叫恭王府。我們前面也才會看到那麼多王族的物品在展示，但大多數的設施都是和珅的，沒有錯哦。甚至他還留下了許多自己的印記。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，我們從一入園開始就可以看到許多蝙蝠的標誌。不是因為和珅很喜歡蝙蝠俠嘞，是因為古代的皇帝他們是萬壽之人，所以他們的吉祥物是龍。那和珅覺得老子這麼有錢，我也很屌啊！蝙蝠在古代是一個很吉祥的動物，所以他就用蝙蝠來當自己的象徵，稱自己是萬福之人。哦，你看這個神情，這個神情也像和珅，是不是？是他們家的那個。對，他就是萬福之喵。可以剪。捡什麼？捡肉什麼？在這裡。有人搬东西都掉进去。好，我們趕快，有沒有撿肉？碎片在這個水裡面。碎渣的，我們趕快拿來塞一下。看完這個超級有錢人的人生以後，我立志要去參政。不是，我是說有錢真好，但我們還是要遵循合乎法律的途徑，對吧？那如果我就是法律嘞？太好了，我們今天剛好有機會來體驗另一種人生。我們現在呢來到了這個北京很知名的地標天壇公園，我們要來體驗古代君王他們祭拜的路線哦，好不好？我們就把自己當皇帝，走一次他們祭拜的路線。北京的地標除了故宮，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天壇公園了。但它不只是一個漂亮的景點哦，在古代，人們相信一整年的收成順不順，會不會遇到天災人禍，都是上天說了算了。而皇帝又被認為是天的兒子，所以祭天理所當然就成為他的任務啦。天壇正是他們連結的地方，所以皇帝每年都要來天壇完成這項重要的任務。今天我們就來當一回皇帝，走一次祭天的路線吧。我們現在呢，就是要把自己當成是古代的皇上了，走一下皇上專屬的祭拜路線，好不好？這天壇公園呢，它非常大，它的面積是故宮的4倍，所以我們要有策略性的逛。我們今天的主線任務呢，是要來走古代皇帝祭拜的路線，對吧？那祭拜呢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是不是要淨身，要齋戒？我們現在呢，來到了就是古代的君王他們在祭拜之前淨身的地方——齋宮，這也是他們祭拜的第一步。先把你身體弄乾淨，你才可以接觸最神聖的神明。我們可以看到，要通往齋宮中心房，有一座又一座的橋，這也是要保護古代的君王他們的安全。因為齋戒的時候，他們會手無寸鐵，所以是他們防衛最脆弱的時候。你看這個路，它是有分3條，
最左邊的這個呢是給大臣走的，中間的呢是給神走的，而右手邊這個是給古代的君王走的。啊，君王，我們今天是君王，好不好？這邊就是古代的君王他們主要齋戒儀式修行的地方。這一整個環境都是為了讓他們靜心而設計的，所以你站在這個齋宮的中央，你也會覺得到它的那個設計感，讓你的心非常的安靜。在裡面如果不講話是有回音的。它裡面就是展各種文物，也有那些古代帝王他們齋戒時抄的書。那如果你有興趣，你們來齋宮的時候，你們可以好好的觀賞一下。这里吧。我們剛去齋戒過了，現在呢，我們要來準備我們的祭品，我們就需要來到這個黃瓊宇。它除了是存放那些祭品的地方，收納那些祭品的地方，它裡面呢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東西——回音牆。那個角度設計得非常科學，你在這一牆的一端往外喊，另外一端的人可以聽得到。我們繼續看一下。這裡呢，就是儲存祭品的地方，黃瓊宇。然後它的周圍呢，被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包圍了，叫做回音牆，可以讓你發出的聲音呢，從這邊沿着這個牆，然後繞一圈，環繞音效的感覺。所以這邊你就會聽到很多人在這邊鬼吼鬼叫，他們就是在測試這個回音牆它的效果如何。訂閱我，你有聽到嗎？有啊，準備完我們祭拜的東西，我們就要正式進入我們祭拜的地方嘍。前面這個圓丘呢，是當時他們舉辦祭天大會的主要場景。我們現在來到圓丘的上方了。那古代的帝王呢，他就會站在這上面呢，跟天神祈求風調雨順，這樣子感受天地精華。如果有來天壇公園，你可以去給他站看看，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當皇帝這塊料了。看完這祭祀以後呢，最後一步就是要去天壇啦，就是那個主要祭拜場所，也就是你在明信片啊、禮品啊、伴手禮那些上面看到的那個天壇。我有帶天壇的禮物要送給你們哦，記得幫我在影片下面留言、訂閱，抽給你們。在我們祭拜之前呢，我們要來先看一個凡財爐，也就是他們燒祭品的地方。這個凡財爐就像是門鈴一樣，皇帝要做最後的祭拜之前，必須要先來這裡跟上天打個招呼，所以也算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。哇，這個人也太多了吧！我們現在呢要走進這個祈年殿，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天壇。走吧，我們現在去體驗皇帝最後的祭拜哈。我們現在呢，已經在這個天壇，也就是祭年殿的下方了。這裡是祭天的最後一個環節，是皇帝向上天許下新年新希望的地方。很難想象哦，如果你是以前的人，你是絕對不可能來到這種地方的。但我們現在很幸運，我們還可以像君王一樣，體驗一次完整的祭拜過程。然後很開心，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走一次君王的祭拜流程。這次帶大家來體驗了兩種極端的人生。看完以後，超級有錢跟超級有權，你會怎麼選呢？很多人都說和珅貪污拖垮了清朝，但我認為兇手另有其人。下一集帶大家去看真正拖垮清朝的罪魁禍首，竟然為了這裡挪用了軍隊的戰備資金，讓整個中國在八國聯軍的面前毫無還手之力。好的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一定要記得幫我按讚加訂閱。我是不喜歡待在家的佳佳，我們下部影片見。你看這個天壇的景象，你有沒有覺得很熟悉？有嗎？這就是那個啊，貓貓他要去救金喜森嘛，然後他在這個階梯被打了一巴掌嘛，然後最後他在那裡面救了金喜森嘛，對不對？哦，我們兩個動漫宅高潮了。